这是史上第一台4门4座4轮驱动的 Ferrari Utility Vehicle， 简称为 FUV。那 Ferrari 拒绝称它为 SUV， 因为跟传统意义上的 SUV 不同的是，它用的是 Transaxle 的设置，也就是说引擎是在前轴的后方，而且这一具引擎呢大有来头，它就是 6.5 升车 V12。自然进气引擎有725个 PS 跟716 Nm。这台车子现在由1超Auto代理，它在马来西亚的上路价是从马币500万起，这是一个税后售价，不包含任何的附加选项。那最新发布的 Ferrari 12 Cilindro 从470万到510万。我在2023年初的时候曾经飞到去意大利。在意大利北部测试的左舵版本 Left Hand Drive Version 的 Ferrari Puro Sangue。那今天呢，在1超Auto的安排下，我就有机会可以开着 Right Hand Drive Version Malaysian Spec Malaysia Version 的 Ferrari Puro Sangue 上路。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那 Ferrari Puro Sangue 是一个4门4座车型，可是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像传统的 4-door car，Ferrari 就为它采用了隐藏式的车门手把，所以从画面上你是看不到它的 door handle， 它不像前面这样子 ，right？ 这边没有 door handle， 这边也没有 door handle， 它是放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这边 ，right？ 当你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它用的也不是传统的开门方式，这个叫 rear hinge door。后铰链后门，也就是我们经常在 Rolls-Royce 车型上面看到，俗称为 Suicide Door 的对开式车门。因为这样子呢，能够让车主更加容易的上下车，能够更加有效的去利用这个有限的空间。当你要关门的时候也非常简单，你轻轻推一下，它就会自动电动关闭，自动吸附。通常这种离地间隙比较高的车要上车是有一点狼狈的，可是因为这个开门的方式就让到你非常的从容。那你坐上来之后，按下这个 button， 电动关门，自动吸附。但注意啊，虽然它是一个 4-door Ferrari， 但 Ferrari 不提供 5-seater 的这个选项，也就是说它的第2排只有2个独立座椅，它是一个 2+2 4-seat 车，像它的椅子都是电动的，就基本上这个座椅跟 passenger seat 的座椅是同样一个座椅来的，那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然后透过中间这个pop up 上来的按钮，这非常特别啦，你可以去调整 aircon， 然后它的 air vent 呢，这边有 air vent， 这边有 air vent， 然后上面有这个panoramic sunroof 全景式玻璃车顶，而且它是这个 electrochromic。你要它比较亮比较暗它都可以，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太阳很晒要做丁灯什么，没有，这个是化学玻璃来的。音响到处都是音响，因为这个用的是 Burmester 的高级音响系统，所以坐在这个Ferrari Puro Sangue 的后座啊，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过去你不会在 Ferrari 车型上面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这样子的一个高度，这样子的一个设备，所以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Alright， 我现在终于在马来西亚的公路上面开着全新的 Ferrari Puro Sangue， 这是一台采用 V12 引擎的4门 Ferrari， 它也是史上第一台4门4座的 Ferrari。市面上的那一些所谓的 Super SUV， 像 Lamborghini Urus、Aston Martin DBX 等等，他们用的都是一般传统的这个 chassis 跟传统的引擎架构，但它用的是 V12 的自然进气引擎，没有一个这个尺寸这个车型这个 size 的车子是用 V12 NA 引擎，还有 Transaxle 的这个 chassis， 也就是说现在引擎是在前轴的后方，就是在我的前面而已 ，OK， 所以引擎摆放的位置让到它的 weight distribution 是49、51。然后它虽然是一台 Ferrari 的4轮驱动，但它大部分时候 most of the time 它都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为主的车型。它的前轴只会当你在像 stall mode， 还是在抓地力不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去 engage。所以它不是一个 100% 的 4 wheel drive 4轮驱动的车型。因为你要知道，虽然引擎是在前轴的后方，但是它的 X-Speed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是在后轴。
所以 gearbox 是在后面的 ，OK， 所以 gearbox 在后面也就意味着它还是一个 rear-wheel drive 的车型。前轴呢，它只是有一个特别的机制去 engage 它 ，right？ 所以我们回到现在，我们在这个NKVE 的 Highway， 在今时今日还有一个 6.5 litre V12 引擎可以销售，可以通过欧盟的排放法规，这个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法拉利既然做得到，大家都要向这个排放法规低头 ，downsizing 啦，从 V12 变成 V8， 从 V8 变成 V6， 是 Ferrari 有3 litre V6 Twin Turbo， 可是它没有放在 Pro 上柜，它也没有放 V8， 它也没有把 V8 PHEV 放在 Pro 上柜，而是坚持用 6.5 litre V12， 要来彰显它这个 Thoroughbred， 也就是 Pro 上轨的意思，纯种纯血的嘛。那有什么东西能够比 V12 更代表 Ferrari？ Downshift 4号牙，3号牙，5000转 ，Go， 7000多转 ，Oh my God！ 你看啊，坦白讲啦，我们讲就扭力来讲，它是716个 Nm。那现在如果你用一个 V8 的 Powertrain 加2颗 Turbo 下去，我觉得非常容易就能够弄到800个 Nm 900个 Nm。我觉得它强调的更多是比较 emotional 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说，你知道吗？扭力 5 跟人家比扭力多大？你说0到100 3.3秒，也不是 Pro 上柜要去突出的，它要突出的就是高转，这个引擎可以去到6000转，可以去到7000转，而且新时代的 Ferrari， 你只要用很低的扭力就能够达到 80% 的这个扭力，还有这个气缸cylinder deactivation 的功能。我在 7 gear 把我的 RPM 是0，没有 RPM， 看到吗？很安静。那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一般上 Ferrari 都要强调自己的引擎声浪，就是一般上 V12 的 Ferrari 它卖的就是它那个怎么讲，很绕梁三日的这个引擎声浪。但它同时，它作为一个4门4座的 Ferrari， 它要提供给乘客一个很 luxury， 好像 Rolls-Royce 那种 luxury， 好像 Bentley 那一种 luxury 的行驶体验。所以你看，现在非常非常的安静。它不是 Hybrid 啊，我先讲啊，现在只是在 RPM 大概1400转左右。7 gear， 非常非常的安静。它的那个 bandwidth 啊是更加的宽。你讲以前 Ferrari 的 bandwidth 可能你知道吗？你只是从大声到很大声，它现在可以从大声到安静到很安静那种，你知道吗？它整个东西是更加的怎么讲？它更加的适合更多人。那像你知道吗？在别的跑车的例子啊，你讲你知道吗 ？Porsche 啦、Lamborghini 啊，各种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要卖很多 SUV 来赚到这个钱，然后再投入去研发自己的双门跑车车型。可是 Ferrari 既然限制Pro上轨的产量，所以 Ferrari 一年可以产多少万辆车，但是它 limit 啊，它限制 Pro 上轨一年不能够超过20% 的年产量，因为它要强调自己还是一个制造超级跑车、制造双门超级跑车的 brand， 而不是去你知道吗？卖 SUV 多过卖这种 utility vehicle 多过卖 coupe 没有，所以 Pro 上轨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 V12 的 Ferrari， 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车子也不是说一般的凡人能够购买的啦。首先，税后从500万起，再来这个22、23寸的锻造轮圈，每一个大约75000块马币，所以当然是4个轮圈呢，就差不多是马币30万。再来是 Ferrari 车主完全不在意的油耗，那最高油耗1个litre 3.59公里，综合油耗1个litre 5.78公里，说它的油箱大小是100个 litre。现在 Shell V-Power Racing 是6块2毛6 per litre， 所以626块可以让你行驶400到500公里，确实不是凡人等级的4门车。OK， 我们现在在 X Speed RPM 大概在1800转左右，我们到 7 gear、6 gear、5 gear、4 gear， 再踩。Shift 5 gear
4。哇，那一种无穷无尽啊！你一直在拉，你已经拉到6000多转了。这个 engine 跟你讲，再来一点，再来，它还可以。你很少在这么高的一个 sitting position 感受到 V12的威力。没有了，因为有什么车子可以给你在这么 comfort 的一个座椅，这么高的一个 sitting position， 看得这么远，驾着一辆 SUV 高度的车子，可是它给你一个812 Superfast， 它给你一个 Dolly 7 cylinder 的那一种引擎声浪，而且它同时具备了澎湃激情，它又很 comfort， 它又很舒服，它又很享受，它又很高级。哇 ，Ferrari 的 pedal shifter 啊，它好像那个 string 这样子啊，那个你大的 string 这样子，你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一般上 highway 都是相对比较 boring， 相对比较无聊的一种驾驶。可是因为这个 V12引擎啊，它让这一段平平无奇，它让这一段你知道吗？就是 Point A to Point B 的路程变得非常非常的享受。低转3000多4000转，那个 engine 在等你来，那个 engine 在等你加4000转。现在欧盟的规定就是车子一定要有这个基本的 ADAS， 所以你说 Cruise Control， 你要长途行驶来讲，你也不用像以前这样子一直要盯着前面。当你累的时候，当你可能专注力不够的时候，车子的这个高科技系统也能够去辅助你。而且刚才我说到 Apple CarPlay 啊，那以前 Ferrari 的 Apple CarPlay 它是一个 optional accessory， 那现在 Ferrari 的这一个 Apple CarPlay 已经是标配的，因为在研发Puro上轨的时候 ，Ferrari 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他们已经不再提供 built-in 的 navigation， 只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因为 Apple CarPlay 本身，或者说 Google Map， 它是一个 touchscreen 为主的，所以你要花时间去启动这个荧幕，然后你再滑去 Apple CarPlay， 然后你再用这个 touchscreen 去操控它啦。然后它还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bumpy button 啊，就是在这个 Magnetino 旋钮，它会把悬挂系统从 medium 变成 soft， 它有 medium、soft 跟 hard 3个 level 去调整。然后悬挂系统呢，就是整个 Puro 上轨最大的一个重点啊，因为它用的这个是 Multimatic 的 TASV system， 所以它每一只 suspension 都有独立的这个 damping， 都有独立的 damper 去调整它这样子。因为一般的 suspension system 呢，可能它的这个频率是2个 Hertz 到5个 Hertz， 可是这边每一只都可以达到20个 Hertz。我记得我在这个意大利的高速公路上面开着的时候，我说我觉得 Puro 上轨是我驾过的 Ferrari 里面最不像 Ferrari 的 Ferrari。OK， 从它的 sitting position， 到它的座椅格局，4个门，后面又有 rear hinge door 等等，我觉得它是最不像 Ferrari 的 Ferrari。但这是一个不好的 signal 吗？我觉得完全不是的，因为像我讲的，它只是提供给 Ferrari 车主多一个 option， 它只是在 Ferrari 的 line-up 里面多了一个 product， 也不是多了，它其实就是 replace 掉 GT Lusso 的这个GT4-seater GT 的这个位置而已。我上一次驾是2023年的3月份嘛，那现在过了一段时间，然后马来西亚车主拿到的这个 Puro 上轨也陆陆续续的交车，也陆陆续续的上路，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份，马来西亚的公路使用者可以在马来西亚的公路上面看到更多的 Puro 上轨。So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 ETA Auto， 就是 Ferrari Malaysia， 让我能够在这个车子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就率先在路上感受一下驾这一个 right hand drive version 的 Ferrari，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它面对马来西亚这种路面啊，你知道我们路有时候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然后又烂不烂这样，补过没有补过这样子，这种感觉，它可以给到你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所以我们期待接下来可能未来还有时间再开着这个车子走更长的旅途。那现在我就要停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台车子。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然后like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图万卡。Alright， 这是我第一次在 Malaysia 的 highway 坐在4个门的 Ferrari 的后座对着镜头讲话。
那这个感觉，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啦，因为你很少有机会坐在这么大辆的 Ferrari， 这么高的 Ferrari， 享受着那一种豪华 SUV 的那一种乘坐体验。But因为我上一次坐在后面的时候啊，我是在意大利嘛，在欧洲，所以那个 road condition 啊，没有像马来西亚这么糟糕啦。你看马来西亚 even 是 highway 啊，给钱的 plus highway 啊，你看那个路，你可以非常清晰的 as a passenger 啦 ，as a rear passenger， 你可以 feel 到那个路感非常的清晰。因为你要知道轮胎的尺寸不小，它是一个23寸的轮胎，而且它用的这个 Michelin tires， 它是一个高性能轮胎，它不是静音轮胎，它不是那一种你知道吗 comfort tires 啦。所以它的追求，它还是一辆 Ferrari， 它还是一个有725个 PS 的 6.5 liter V12 NA 引擎，所以它不太可能给它用那种 comfort tire 啦。当然，我上一次做 Pro 三轨那个是winter tires， 那个是所谓的 snow tires。如果你就噪音来讲，我觉得车身的 upper body 就是窗口以上的这个地方，你不会听到很明显的风声，但是就路面路感。而且这个 suspension 啊，这个 Multimatic 它是一个高频率的，所以它能够马上的去针对这个路面高低起伏去 adjust 它的这个软硬程度。这个 suspension 的运动是蛮繁忙一下的，你真的可以 feel 到的。OK， 当路面稍微 OK 一点点之后 ，right， 它就算是一般的那一种怎么讲豪华 SUV 的感觉啦。我觉得这辆车子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 flexibility 啊。你看我现在我的后座啊，我的椅子是电动的，我可以调去这么前，然后椅背呢我也可以往前调 ，OK， 或者我可以往前到，你看到这么前 ，right， 然后我再往后调，所以你可以更加 individual 的，可以更加个性化的去针对乘客的身高。你看我的身高是178 cm， 很像我现在觉得太暗，我需要亮一点，我就透过这个 electrochromic， 我的玻璃就变得更加的亮。我相信你可以从画面上看得到了。我现在把这个玻璃调暗，大概2秒到3秒的时间，它就会去改变这个玻璃的亮度跟暗度。这个 Alcantara 座椅我之前有介绍过嘛，它是一个用了很多 recycle material 的一个 Alcantara， 算是 Alcantara 公司最新的一种 material， 它的支撑性非常的够，腰部支撑、身体支撑，你就好像是坐在 driver seat 上面这样子，没有差别。所以这个是 Ferrari 的后座跟其他品牌的后座的差别呀，就跟我在前面驾车一样，如果你不去 push 它，你不去拉它，你不去低头看你的 logo， 你有时候你会忘记掉自己坐在一台 Ferrari 里面。所以我也明白说为什么 Ferrari 这么坚持，怎样都要塞一个 V12下去给这个 Pro 三轨，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果这个 Pro 三轨它可能是一个 3.0 liter V6 它可能是一个 hybrid， 特别是当你进入纯电动模式的时候像296GTB 或者像 SF90 的时候，当你进入那个20多公里的 Pure EV mode 的时候，这什么来的？就好像那个个体差异没有掉了。那呀，我觉得就后面的这个乘坐，你说 comfort 真的很 comfort 吗？我觉得没有 ，right， 它就是给你一定程度的 comfort， 就刚刚好及格而已。因为实在是轮胎大，然后你知道吗？整个车子的vibration 等等，你还是会 feel 到这是一辆跑车，它还是一辆跑车 ，OK， 它不是，它还没有去到 Bentley Rolls-Royce 那种，因为毕竟它是 Ferrari 嘛 ，right。Welcome to Ferrari Pro 三轨。我现在人在意大利北部 Trento 的 Monte 啦 ，get ready。Welcome to Ferrari Pro 三轨。我现在人在意大利北部 Trento 的 Monte Bondone 这边 review 这个最新的 Ferrari 4门4座4轮驱动 Ferrari Pro 三轨。那这台车子它是 Ferrari。现在已经是接近海拔2100米的地方。那现在是2023年3月，哇，超冷！我没有戴到头套，没有戴到手套，什么屁都没有戴到。我的shit，我手都冻。Oh my god！ 你看我现在我的脚
shit！ 啊，它没有 absorber 的 ，OK。哇，等下还要坐下去啊 ！Oh my god，Oh my god！哦，我的手啊，抓着 camera 啊，真的是小心翼翼那种，不然掉下去就真是完蛋了，因为真的很高很高，我有点惧高症啊，这样看下去真的是，Oh my god，Let's go，Let's go。其实我在马来西亚一般上是不喝有奶的咖啡 ，latte cappuccino，因为我会脸上会长痘，可是因为这边天气太冷了，所以每次来到冬天的国家，其实喝吃乳制品都不会怎样，而且我现在手是冻到啊，这是刚刚拿出来的，热腾腾的。我可以徒手抓着我的 cappuccino， 徒手，它多烫我都能够打鼾，因为我的手已经冷到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啊，好温暖，好温暖。里面马来西亚人从来都不会觉得阳光很温暖这个字，我们都会觉得很热、很烦、很燥、很干很湿。可是当你到这么冷的时候，你就会 appreciate 所有的 hot drink。你不会想要 order 什么 ice coffee、ice americano，no，this is the best。现在雪越来越大了，因为其实现在才10点15分而已呀。